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做的这款蜜红豆吐司，加入了奶油之后，吐司不容易老化，口感更加松软，放2到3天都不会变硬。先来做蜜红豆，红豆提前1晚浸泡，这样第2天做蜜红豆就会比较快煮熟。锅里倒入可以没过红豆1公分的水量，煮开之后转成中火慢慢煮，等水开始收干，就可以加入糖和蜂蜜。我们需要的是有颗粒感的红豆，捏一下可以捏烂就可以关火了。保鲜膜贴着表面，冷藏放凉。现在来做一个甜面团，搅拌盆里依次倒入除了黄油之外所有的材料，加入了奶油，可以让面包不容易老化，变得更加柔软。牛奶的用量可以根据面粉的吸水情况来调整，先低速将面团搅成团，然后改成中速，搅拌到这个面团能够形成这样比较粗的膜。放入软化的黄油。夏天揉面，如果担心面团温度变高，可以直接放1小块冰块，这样可以最快速的降低温度，搅拌到完全不粘手。吐司面团的出模需要比普通面包面团更加的轻薄，面团不会轻易拉破，即使捅破，洞的边缘也是十分光滑的。整理一下面团，出缸温度不要高于27度，表面会非常光滑，没有破裂。碗里喷一点油防粘，在温暖的环境下醒发到2倍大。测试面团发酵的好坏，手指沾点面粉戳个洞，不回缩也不塌陷，洞口慢慢的收拢，分成3等份，每份大约175克。把面团往底部折叠，搓圆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取1份面团，光滑面朝下，拍打排气，两边向中间折叠，擀成一个宽度大约6公分的长条。铺上蜜红豆，卷起，这是一个450克的吐司盒，面团放的方向要和平日的有一点不一样，这样切开时才会有红豆的纹路。放入发酵箱，温度35度，湿度75%，进行第2次发酵。由于吐司发酵的时间比较长，喷点水，让表面保持湿润。同时预热烤箱至185度。发酵好的面团大约8到9分满，轻按表面会慢慢的回弹。放入烤箱下层烤35分钟。如果表面上色了，盖上锡纸以免变焦。出炉之后轻震散去热气。这款蜜红豆吐司非常的松软，特别适合早餐吃。等彻底放凉之后，放入密封盒里，放上2到3天都没有问题。离开前千万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转发，也可以视频下方留言。我们下集再见。